as proven by the event, the future of manufacturing is happening here. Nanjing's capabilities and contribution are crucial to China's successful development and resiliency during challenging times. 它和世界生息相通，充满机遇与魅力。近者悦，远者来。这就是南京。这是一场创新精致的先行探索，构建关键核心技术矩阵，探索产业发展创新生态。新模式，创四美，打造制造强国新引擎，实现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可控。从此刻向未来。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是工信部2020年批复建设的制造业创新中心，承担实现高端医疗器械自主可控、服务保障亿万民众健康的战略任务，是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抓手。国创中心由中科院深圳先进院、迈锐、联影、先建、哈工大牵头组建，践行创新实用服务产业的发展战略，形成创新与运营双轮驱动的架构体系，布局建设技术创新研究院、技术转化与产业促进中心，致力抢占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发展制高点，建设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国创中心强攻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重点攻关基础材料、核心部件、重大装备3大板块。目前，联合股东单位完成了世界首台5T 人体磁共振成像装备，以及世界首创超声脑神经调控系统研制，承担工信部体外膜肺氧合金 ECMO 专项，以全面突破整级关键技术，在全国9家中心医院完成17例临床试验，有望获得首张国产注册证。正在开展心脑血管植入材料、骨科陶瓷植入材料、ECMO 膜材料、医疗设备专用芯片、医用芯片、医学影像关键部件、探测器组件等10余项卡脖子材料与部件重大技术攻关工作。国创中心构建了医疗器械产业高效创新链，与联影、迈锐、新建、稳健、亚辉龙等头部企业组建联合实验室，与50家综合性3甲医院初步建立临床转化基地，快速解决市场需求和产品需要。补齐产业公共平台短板，国创中心建设医疗器械定制化研发生产服务平台，联合富士康打造全国医疗器械 CDMO 平台和世界级灯塔工厂，提升医疗器械产业全链条服务能力，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加速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培育。国创中心启动运营3万平方米产业孵化基地，举办首届国创杯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孵化培育引进一批未来医疗器械独角兽企业，创新资本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国创中心发起设立首支3亿元规模的大健康产业基金，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提升硬核产学研实力。国创中心面向全球招揽高层次人才，
其中青年人才大多来自德国马普索、帝国理工、加州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世界级名校。未来，国创中心将坚持技术创新引领产业，构建生态创造价值的理念，精准发力核心技术，主动布局创新生态，充分发挥国家创新在地的作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创新中心，引领我国高端医疗装。大在一城，京城之中，天开教则，道起南庸。南京大学的学脉，始于1902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和1888年。各位来宾，活动即将开始，请各位尽快就座，同时将您的手机调至震动或静音模式。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大会马上开始。
人类的浪漫，从不止于奔赴星辰大海，更在于以勇气突破自我的边界。当科技解码脑端密语，与万物温柔相拥，我们将谱写怎样的时代诗行？当大脑聆听生命深处的私语，能否寻得照亮绝境的微光？对生命的敬畏，让身体功能修复与重建成为可能。受损的神经重获新生，奇迹在科技与生命的无声共鸣里悄然生长。世界的效能能否在脑机协同中再攀新峰？此刻，认知已挣脱物理与生理的桎梏，脑中言语得以清晰传递。那些被束缚的潜能，终将成为推动时代前行的力量。当大脑对话生活，能否焕发全新模样？对舒心的向往，让科技以温柔赋能温度的日常。每一份便捷都能触手可及，每一段欢喜都有科技默默守护。我们以科技深耕意识本源，以专精筑牢脑机安全防线。脑机互联，万物共生，往后皆无界，山海皆可及。
有请大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感谢建荣副省长的致辞，衷心感谢各位领导的殷切期望和重要指示，为脑机接口科研与产业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接下来，请主办方继续大会主题仪式环节。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我是来自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的汪雪。接下来，我们大会进入主题仪式环节。脑机接口正基础研究的澎湃海底，奔赴产业落地的辽阔彼岸。它是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引擎，是未来产业的璀璨高地，更是人类拓展新质疆界、开启人机共生的希望之光。今天，创新无界，使命共赴，将乘着时代发展的潮头，重磅发布，展现行业创新的卓越成果，正式签约面向未来的战略合作，荣耀揭晓前沿发展的创新奖项，隆重启动点燃青春梦想的全国赛事，共同聆听顶尖专家的深度洞见。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成果发布环节。首先，请共同见证脑机接口产业大脑及研究报告2026重磅发布。这份报告由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联合撰写。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快速了解报告的核心内容与产业意义。请看大屏幕。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
的，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报告正式发布。同时，我们也期待这份报告能够帮助每一位同行者解码脑机接口产业的未来航向。高水平期刊是学术创新的风向标，也是学科崛起的见证。那么今天，中国首个脑科学研究英文期刊《Brain Science Research》将正式与大家见面。它将为全球的脑科学研究者提供一个共荣共创的学术平台，让中国智慧与前沿世界前沿同频共振。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请看大屏幕。按照“十五五”规划，脑科学已成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赛道。作为中国首个脑科学研究英文期刊， Brain Science Research 由中国科协主管，中华医学会和南京大学共同主办。BSR 聚焦脑科学前沿、锚定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交叉融合三大方向，推动中国脑科学发展。Brain Science Research 学术期刊今天正式发布。掌声祝贺期刊正式发布。我们也期待有更多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从南京走向世界。数据是脑机接口算法的燃料，高质量、大规模、多模态的脑科学数据能够驱动解码精度跃升，加速临床的转化落地。那么今天，江苏省也迈出了关键一步。请看大屏幕。江苏省脑机接口高质量数据集。江苏省工信厅持续推动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在全省工信领域开展先行先试。南青南追牵头的脑机接口科产深度融合应用场景数据集项目，和江苏脑机接口研究院牵头的脑疾病产业协同数据集项目入选试点，着力打造脑机接口行业数据资源库、技术库、标准库、数据集库以及数字服务平台，支撑模型及智能体应用，服务重点企业，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现予以正式启动，诚邀社会各界共创脑机未来。好，我们掌声祝贺江苏省脑机接口高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也期待它成为全国脑机接口数据共享的江苏样板。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落地，需要多方协同。正因如此，科创、医学、资本三大联盟应运而生。科创联盟攻克技术起点，医学联盟打通临床节点，资本联盟贯通金融堵点。那么今天这三大联盟将依次集结，协同发力，为产业铺就一条从创新到落地的完整通路。下面我们首先见证全国脑机接口科技创新联盟的正式成立。有请联盟发起单位代表郑海荣院士、黄河院士、吴峰院士、卞修武院士、于海滨院士、姜玉刚校长、吕金虎校长、王成祥校长、陈炳根书记、姜斌校长、陈雄校长、邓成校长、刘云校长、郭宇峰书记、于峰书记、陈玲玲主任、梁栋院长、冯学主任、杨玉超院长、尹奎英首席、曹训院长登台。有请联盟代表登台。同时，大屏幕上展示的是科技创新联盟的第一批成员单位。可以看到，成员单位涵盖了全国顶尖的高校、科研院所和创新平台。随着联盟代表的依次上台，好，我们请各位代表站定之后，将手放在发光立柱上。好的，让我们共同倒数，3、2、1。
祝贺全国脑机接口科技创新联盟正式成立，请各位代表看向镜头，合影留念。好的，谢谢，感谢各位，请入座。我们也欢迎未来有更多的同道能够加入我们的科技创新联盟，一起构筑脑机接口坚实的创新底座。好，接下来全国脑机接口医学联盟也将正式成立。医学是脑机接口从技术走向临床的关键一环，从实验室的电极到患者身边的治疗方案，需要医学界的深入参与与集体共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医学联盟的发起单位代表郑海荣院士、王建安院士、滕高军院士、顾晓松院士、陆林院士、孙永奎院士、毛颖院长、赵国光院长、张新书记、唐周平书记、骆腾书记、曾敬盛院长、荣立明院长、辛涛院长、陈磊院长、梁国兴院长、刘云院长、夏海明书记、赵太红院长、尹奎英教授、徐运主任，有请代表登台。大屏幕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医学联盟的创始阵容已经呈现了，首批汇聚了全国数十家顶尖的医疗机构和科研院所，同时也覆盖了脑神经科学、康复医学、精神医学等领域的中坚力量。好，随着我们联盟代表的依次登台，请各位代表站定之后，同样我们请将手放在发光立柱上。好，请各位将手放在发光立柱上。我们来共同倒数计时，3、2、1。祝贺全国脑机接口医学联盟正式成立，请各位代表看向镜头，合影留念。同时，掌声祝贺我们的医学联盟正式成立。好，谢谢各位，请入座。我们相信医学联盟的成立将持续聚焦脑机接口医学研究与临床应用，精准对接临床需求，形成跨学科、跨机构的创新合作模式。谢谢各位。接下来我们将启动的是全国脑机接口资本联盟，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再到产业落地，每一步都离不开资本的有力支持。那么下面我们就将共同见证资本联盟的成立，有请联盟发起单位代表冯帆女士、刘恒先生、叶阳金女士、毛彦哲先生、陈宁先生、李斌先生、尤敬柏先生、曹群女士、汪建飞先生、毛硕先生、徐晓峰先生、高哲女士、郭宇波先生、高韵女士、唐子清先生、王一先生、刘博女士、吴双女士、许谦先生、周斌先生、曹迅先生登台。同时，我们大屏幕上展示的是资本联盟的首批成员单位，他们由数十家专注硬科技、布局未来产业的头部投资机构共同组成，是脑机接口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好的，我们请各位代表将手放在发光立柱上，让我们来共同倒数，3、2、1。祝贺全国脑机接口资本联盟正式成立，掌声祝贺！
同时，我们请各位代表看向镜头，合影留念。感谢各位，请入座，谢谢。今天，科创、医学、资本三大联盟环环相扣，也都已经全部集结完毕。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生态伙伴加入到我们的联盟之中，大家共创脑机接口全新的科创生态。各位来宾，在脑机接口这条漫长的征途上，总有一些人、一些团队、一些企业敢于走最难的路，敢于照亮未知。那么今天我们将在这里为他们中的杰出代表颁发出重量级奖项。首先，我们将揭晓2026全国脑机接口10大杰出青年科学家奖，请看大屏幕。2026全国脑机接口10大杰出青年科学家：清华大学李周，北京大学杨玉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陈勋，浙江大学林鹏，南京大学石颖欢，华中科技大学武东瑞，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牛丽丽，天津大学徐敏鹏，北京理工大学严天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曾令宇。我们有请获奖人登台领奖，同时有请颁奖嘉宾骆清明院士、刘明院士为获得10大杰出青年科学家的科学家们颁奖。青年是科技的未来，这10位青年科学家虽然年轻，却已经在相关领域做出了国际瞩目的成果。我们请骆清明院士、刘明院士为这10位青年科学家颁奖。那么，我想今天的颁奖仪式不仅仅是一份至高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嘱托。学术薪火，代代相传，前辈引路，后辈登攀。谢谢，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祝贺这10位杰出青年科学家实至名归。我们有请各位获奖人与颁奖嘉宾看向镜头合影留念，大家掌声祝贺。好的，感谢各位，请入座，谢谢。接下来我们将揭晓的是2026全国脑机接口优秀博士生研究奖，请看大屏幕。2026全国脑机接口优秀博士生研究：清华大学孙京尧，浙江大学王泽斌，上海交通大学姜卫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玉兰；北京师范大学牛一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胜荣；电子科技大学李雨晴；华东理工大学陈伟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钱有坤；天津滨海人工智能创新中心裴玉。祝贺这10位优秀博士生，有请获奖人登台领奖。同时，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施毅院士、姜玉刚校长上台为荣获脑机接口优秀博士生研究奖的10位获奖者颁奖。我想今天我们为这群学术新苗颁奖，其实是一种温暖的被看见。我们看见了他们在无人区里跋涉的身影，看见了他们为每一次微小突破付出的坚持。今天由2位前辈为他们颁奖。希望这份来自学术前辈的鼓励，成为他们扎根科研、继续向未知发起冲击的力量。让我们再一次将掌声送给他们，同时我们请各位获奖人与颁奖嘉宾看向镜头合影留念，再一次掌声祝贺。好的，谢谢各位，谢谢，请入座。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2026全国脑机接口创新产品奖。我们继续将目光聚焦大屏幕。2026全国脑机接口创新产品，汉翔脑科学 TMS EEG 闭环调控脑机设备，实时感知脑电自适应刺激，1人1方免训练，高效康复。德常医疗自研 NewMap 机电脑电系统，高精度采集，多模态融合，实时脑控电刺激，无线可穿戴，多场景适用。中华脑机高通量双向植入式脑控多维度外骨骼智能系统，融合脑机接口技术，实现脑控外骨骼，帮助实现患者基本生活自理。诺尔医疗全球首创 3.0T 磁共振兼容 SEEG 颅内声部电极，解决颅内置入电极后高场强磁共振下无法安全清晰成像的痛点。神心科技自研高通量神经信号采集刺激芯片，创新集成128通道高精度神经信号采集与4通道高自由度神经电刺激功能。嘉亮脑科学国内首款药物难治性癫痫专用智能闭环脑机接口系统 AppleCure， 实现脑电监测、智能分析、主动干预闭环。明视脑机1024通道柔性皮层电极与全植入式无线闭环系统，结合全球首创脑机双学习自适应算法，实现毫秒级大规模并行精准刺激与复杂视觉信息重建。心灵方舟国产高密度无线可穿戴近红外光谱脑功能成像系统，用于非侵入式智能神经调控研究，实现神经影像与调控闭环。星苑智能脑卒中与脊髓损伤神经可塑性主动康复解决方案，实现毫秒级闭环调控与精细单指意念识别。诺尔康植入式脑声部神经刺激系统，双元精调多模刺激策略，实现对帕金森患者精准稳定的个体化神经调控。
祝贺这10家获奖企业，我们有请获奖代表登台，同时有请颁奖嘉宾唐佩孚院士、滕高军院士。从实验室的原理样机到临床可用的医疗器械，再到消费市场的智能终端，每一款产品背后都是技术到应用的深度一跃。今天我们揭晓的全国脑机接口实践创新产品，它们是所有产品的缩影，也让我们看到了脑机接口走进现实的清晰路径。获奖的每一件产品，我想都是创新赛道上当之无愧的产业化先驱。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致敬先行者，掌声鼓励。请获奖代表与颁奖嘉宾看向镜头，合影留念。好的，谢谢各位，感谢，请入座。颁奖环节最后，让我们共同揭晓的是2026全国脑机接口创新企业，请看大屏幕。2026全国脑机接口创新企业：上海脑虎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品驰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强脑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山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威灵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阶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德利凯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汇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景域医疗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驼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祝贺10大创新企业，我们请颁奖代表登台。请获奖人登台领奖，同时有请颁奖嘉宾顾宁院士、荣立明院长登台为获奖者颁奖。企业是技术产业化的主力军，那么这些企业他们以不同的路径，共同推进着脑机接口从论文走向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今天的颁奖，既是对创新精神的礼赞，更是对未来产业的期许。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致敬这些敢为人先的创新企业，掌声鼓励。请各位获奖人与颁奖嘉宾看向镜头，合影留念。好的，感谢各位，谢谢，请入座。
今天的颁奖仪式，我们希望从这里为一个起点，未来有更多的科研产出、技术产出和产品产出涌现在我们的整个脑机接口产业的发展之中。产业需要空间，创新需要资本。那么今天我们还将共同见证2大载体的正式落地。江苏南京脑机智能科技创新园位于南京市鼓楼区，是全省首个脑机接口专业特色园区，以吸引汇创医疗、诺尔医疗等头部企业入驻。南京古越脑机接口产业引导基金规模10亿元，聚焦脑机接口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请看大屏幕，了解创新园的更多详情。南京市鼓楼区抢占脑机接口发展机遇，依托南京大学脑机接口研究院14所及众多3甲医疗机构，打造江苏南京脑机智能科技创新园。规划布局5大功能区域，建设全国首个集原始创新、临床验证、产品研发、资本赋能全链条的产业生态型园区。配套首期规模10亿元的古越私募产业基金，构建国际一流脑机接口产业创新生态集群，脑智领航，创启未来。有请本环节揭牌嘉宾：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蒋敏，鼓楼区委书记王安伟登台揭牌。有请蒋敏副市长、王安伟书记。我们请2位领导将手放在推杆上，开始倒数计时：3、2、1，请推杆。祝贺江苏南京脑机智能创新园古越脑机接口产业引导基金揭牌成立，谢谢。合作凝聚共识，签约催生硕果。今天，鼓楼区、栖霞区、高淳区将与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的创新企业携手，共同签署一批产业合作与成果转化的协议，也标志着区域协同、产医融合迈出坚实一步。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鼓楼区、栖霞区、高淳区的政府代表及各个项目的签约代表登台签约。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脑机接口创新重大项目即将正式落地，我们有请签约代表上台。
我们请各位签约代表在电子平板上进行签约。好的，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本次签约圆满成功。请各位代表看向镜头，合影留念。感谢各位，请落座。我们期待今天签约的重大项目将串联起技术研发、临床转化与产业应用，让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期待各方携手并肩，共同推进脑机接口产业的加速奔跑。欢迎大家多多关注。仪式环节到此结束，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的是今天大会的主题演讲环节。我们有请演讲环节的第一位主持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工业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于海滨。掌声有请于海滨院士。下面进入主题演讲环节。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浙江实验室主任、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博士做第一场报告。王坚博士是我国云计算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主持研发了拥有知识产权的飞天分布式计算机系统，率先提出了以数据为中心的云计算体系架构，为我国云计算技术创新发展
和产业生态的构建做出了卓越贡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坚博士登台做报告。谢谢。非常感谢啊，有这么一次机会，把过去一些经验教训吧，也是一些心得呢，跟大家汇报一下。也如果说的不对，请大家原谅啊。那主要是关于计算、人工智能以及数据，以及它带来的在各个领域的范式的这个变革。这是大概2016年的时候，当时写了一本书啊。这本书上呢有2个副标题。其中一个标题就是大家看到的，就是数据改变商业本质，计算重塑经济未来。当时写这个副标题的时候啊，觉得好像有点太过急了，夸张了一点。那10年以后回头看的话呢，觉得这句话还是不够胆子大。事实上呢，今天呢，数据改变了所有问题的本质，计算呢在重塑几乎我们见到的所有的东西的这个未来。那么当然在这个书中讲了一句话，就下面的一句话，也就是说第一次呢让我意识到了数据是数字时代的自然资源，而不只是我们过去看到的传统的自然资源。那当然呢，今天为什么会叫算力这个词的出来，我想呢它也表它是我们在一个数据数字时代呢，计算呢成为了我们的能源动力。其实这个副标题很有意思啊。当2021年疫情的时候，在家里这个没事干，后来就把这本书用英文重新写了一下，在美国出版了。后来在国内的出版商为了在国内推销这本书，又把那句话的中文字拿出来了，不是我叫他们做的广告。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一句话还是很打动了很多的人。那么跟今天这个大会有点关系的呢，是在这个书中有一段话。这段话呢，后来事实上被很多的读者给找出来了。这段话就是当时就讲了一个事情，说是不是能够把世界上最重要的2个计算装置，互联网和人脑能够连接在一起。那我想呢，这可能今天这个大会呢，让我们离这个梦想呢更近了一步。在这里我想讲一个很小的细节啊，就是你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得出，我从来没有把互联网当成一个网络。互联网事实上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最大的计算装置，它不是一个大家想象的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当然是为什么它是个计算装置呢？它既计算也有网络，当然很重要的还含了我们今天人工智能赖以存在的那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数据。所以我想这也是给我10年以后呢，再次有一次机会呢，再澄清一下，互联网不是网络，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计算装置。那当然这个第2年呢，这个书呢繁体版呢在台湾出版的时候啊，是我加了一章节。这个章节很有意思啊。那么在台湾大家知道人工智能翻译成人工智慧啊，所以就这么留下来了。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啊非常明确的讲了关于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事情。事实上，人工智能这个字是非常困惑的。也就是说，当你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啊，就是你到底在说什么智能？你在说是人的智能还是机器的智能？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所以当时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事实上，这个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人工智能，事实上是机器智能，是个 machine intelligence。所以你看经典的教科书里面也会这么提一下。那么跟它对应的是人类智能。所以呢，这个区分呢，我自己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也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事情，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能不能很好的交互、互通、交流？所以我想呢，这也是今天这个大会所有的技术呢，能让我们往这一步呢走进一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
也是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比尔林要写一份报告，关于数字化对经济的影响。那我是这份报告的共同主席啊。这报告完成的时候呢，当时为这本报告呢写了一小段序。这段序上其实讲了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数字技术的出现，那经济的指标会从过去以电力来衡量，变成以算力来衡量。那我想呢，这今天来看的话呢，我们其实往前呢走了一大步。那人工智能呢，在这里面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角色。所以这就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那今天也不太好意思，就是这个在这儿说啊，有那么多专家在那儿。那我想呢，就从我自己个人的经历理解呢来讲一下。那么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人工智能有很长的过去，但只有很短的历史。其实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呢，就是很长的过去都谈不上今天现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很短的历史呢，就是所有这场变革就是在过去不到10年时间里面发生的。那么如果要追溯到过去，咱们不说几百年以前啊，就是70、80年以前呢，就是有一个人的一句话是一直打动我的，就是图灵。因为大家讲到图灵呢，大家比较第一次反应就是讲图灵机，讲图灵测试。但是呢，在18年的时候，图灵在给英国政府的一个报告里边写了这么一句话，他就讲一个人有了一张纸、一支笔和一个橡皮擦，他再加上一定的规则，它就是一台通用机器。这是他第一次明确的说通用机器的概念。那么，所以我经常会跟我的同事开玩笑说，我说人脑了不起，没有纸和笔 ，we can't do anything， 我们就是什么都干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刚才讲的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逻辑啊，其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那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今天来认识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甚至我们如果把人工智能就当做机器智能的话，它们之间的关系呢，也可以从这里面可以很好的说出来。那么当然我也想强调一下，图灵第一次在谈这个人工智能时候啊，它其实讲的是计算和智能的关系。那么这段小文字里边我就不展开讲了，那篇文章还是很有意思的，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我想说一下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的 computer 这个词啊，不是指的是计算机，指的是做这个数据统计的人。所以那时候所有的 computer 都是 human computer。完了呢，图灵就是 envision， 说有一天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 digital computer。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啊，这些先驱啊，他们思想是很了不起的。他不像我们今天守着一大堆 GPU， 守着一大堆计算机在想人工智能，他们是在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在讨论人工智能。那我自己是蛮有幸的，就是说，这个我自己大学快毕业，研究生的初期的时候啊，就当时在达特茅斯提出人工智能这个词的这10个人之一，就是这里画了红框的那个Herbert Simon， 到我们系里来讲了1个星期的课，大概84年、85年的时候，讲人工智能，这是我第一次比较系统的听一个学者讲人工智能。其实那个时候他就说，人工智能下面10年是人工智能的10年，但是我等了10年，什么都没有发生，后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我相信呢，这次变革是很深刻的，它不会再像84年那年的10年会更加过去了。那么这个变革呢，就到了这几年大家都比较清楚了。我想这篇文章大家也知道，我们今天讲的人工智能是数据加模型加算力，这个说法哪里来的？其实最早可以回到这篇文章。那么当然，他第3作者就是前几年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Geoff Hinton， 对吧？那么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开创了当年人脸识别的那一个人工智能时代。那么当里面的创新，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因为大家都在讲算力，对吧？其实他那个工作尽管也有了算力这个概念，但是他那个工作只用了2块 GTX 580的图形卡，那就是我们过去打游戏的2块卡。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新的架构，在当年相当于将近1万个 CPU 核的算力。
可是大家知道，对一个教授、一个学生而言的话，你要1万个 CPU 的核，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你2张打游戏的卡，就会成就你这样的这个想法。所以，作为我经常跟工业界的朋友讲，我说作为工业界是很羞愧的。也就是说，你生产了 GPU， 但你并没有发明让它来为人工智能服务。所以英伟达呢，也是在他们完成了这个工作以后，才意识到 GPU 对人工智能的重要性。所以我经常讲，我说杰森·黄对人工智能是没有信仰，但是他对算力是有信仰。终于等到了人工智能到来的这一天。那么杰夫·辛顿前段时间在做一个 interview 的时候说过，开了个玩笑，他说这篇文章是第一作者的想法，第二作者把它实现了，第三作者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自己开了个玩笑。这个大概也是个创新的一个最基本的结构。那么当然，真正我们今天所遇的很短历史的人工智能呢，是起于这篇文章，我就不说了，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只想强调几点。第一点呢，它也没有多少 GPU 卡，就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发明。第二个呢，从作者到这个作者所在的伟大的公司 Google， 其实当年都没有意识到这篇文章所带来的革命性。所以我经常会开玩笑说呢，至少在这些领域上，你如果今天就发明了个东西，就觉得是个颠覆性的，基本上都是有点扯。有点扯，我不知道用个什么词来表达，对吧？基本上大家想想，这样的领域的东西都是 N 多年以后大家才觉得有价值的。所以前几天谷歌的创始人在斯坦福给了一个演讲，他里面就专门强调了一下，为公司为什么就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的颠覆性。那么这个没有意识到这个颠覆性，给了现在一家公司以及后面很多创业公司的机会出来。大家可以知道，如果谷歌意识到了，就不会有今天的 OpenAI， 也不会有今天其他的公司。但是里边关于数据，它发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 tokenization。那么今天呢也很神奇啊，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中文的翻译。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是作为我数据第一次就很关心数据的人啊，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激动的地方。因为数据从来没有被一个新的度量过。我们一直用信学论的方法来度量数据，所以呢，当 token 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第一次数据呢，在被字节化以后，就是你有多少个字节来度量以后，用多少个比特来度量以后，你突然可以发现，你可以用 token 来度量。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呢，这是数据第一次有了独立的人格，它不再是信息的附属品。其实到今天为止啊，我们在很多的书面的文章里边啊，其实不是那么严格的区分信息和数据的，只是看上下文怎么读得通。但事实上呢，这种区分呢是划时代的。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2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讲的人工智能，所有用的数据都是要被做完一次 tokenization 的，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原始数据是不能被人工智能模型所使用的。那么这个后来我把它叫做脱壳啊，就像稻米一样，你不把外面的壳脱掉，那个米是不能吃的。那今天数据也是这样，不做过这么一个过程，人工智能模型的是没有办法来用这件事情的。那么当然就是这个中间的过程是很复杂的，但是倒过来讲的话呢，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数据时代的开始，摆脱了传统的信息领域的阴影，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这个理解。当然，它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叫 token， 我把它翻成叫托克啊，因为翻成词源的话呢，后面有很多逻辑就讲不通了，我待会会说一下。那么这个重要性重要到什么地方啊？用我自己话来讲，就是它让人工智能从小写的 AI 变成了大写的 AI。所以大家都知道 AlphaFold， 那么事实上从 AlphaFold 1是一个传统的 AI， 或者对我来讲就不是 AI， 甚至我把它叫做小 AI。那么一直到 AlphaFold 2开始才是真正 AI 的开始。那中间一个跨时代的一个变化，就是它把它的数据从传统意义上的数据变成了刚才前面讲的 token。这个在科学研究意义上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
做 AlphaFold 的 DeepMind 的这批科学家，他们从来没有收集过新的数据，他们只是用了在结构生物学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数据。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在几百年前发生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伽利略也从来没有自己收集过数据，他只是用了别人收集的数据来验证了他的理论的正确性。甚至在早期的时候，这个地心说更能够拟合传统的数据，因为被这个 over 这个 fit 了。所以呢，我想呢，任何一次变革、范式的变革啊，都可能会从这样的角度来开始的。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今天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规模。那么我想强调一下，规模不是蛮干，规模不是 brute force， 不是蛮干，规模是规律。我们很多时候会讲到规模的时候，会简单的觉得这是蛮干，不是的，规模呢是规律。而为什么我特意把它变成了规模的3次方？也就是说，数据的规模增加了几个数量级，模型的规模增加了几个数量级，算力的规模增加了几个数量级，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人工智能的为什么会改变的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为了强调一下这个规模不是蛮干啊，我就很喜欢用这个结构化程序语言的设计师说过的一句话的。他说，婴儿爬行的速度的1000倍跟婴儿就无关了，它就是一架喷气飞机。其实当时他说这句话的本质就在讲规模带来的结构性变化。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就是人工智能的规模，它带来的是一次彻底的结构性的这个结构性的变化。那么当然，因为有了前面讲的所有这些发生呢，才有了我们今天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人工智能的情况啊，就是人工智能有了非常重要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有所谓的开放的模型和这个就是 open 的 model 和 closed 的 model。那么用我们自己平时话来讲呢，就把它叫做开源模型啊，叫做 open source model。事实上呢，最标准的叫法呢，可能叫开放权重的模型。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模型的被开放出来，那么我呢更加把它直观一点呢，我都觉得这个开源不是 open source， 是 open resource。因为今天任何一个模型的背后都是巨大的算力的投入，巨大的数据的投入，在背后就是巨大的电力的供给。所以呢，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开放源代码的概念，而是把真正的物理资源开放给了别人。那我觉得中国值得骄傲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在2年以前，开放模型和闭源模型之间的能力的差别呢，是有代沟的。那么就是2年以后呢，在今天在全球范围里边呢，因为中国的原因呢，闭源模型和开源模型的能力呢，严格的意义上讲呢，他们站在了同一个水平上。如果我把它说得更加咬文嚼字一点的话，用我自己话来讲的话呢，就是大家看到了同一片大海。其实3年以前，我自己担心的是，可能我们说的人工智能跟别人说的人工智能都不是一回事儿。但今天呢，无论好坏，那我觉得我基本上还是相信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尽管中间呢还是有很多很多工作的做的。所以我想呢，我们从一个开源的世界呢，走到一个开放资源的这个世界，我想呢，人工智能的模型呢会发生一次天翻地覆的这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呢，不只是模型的规模，甚至开源和闭源。那么这句话是一个天文学家讲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今天的模型啊，事实上本质上叫大语言模型，它的数据就是文本。所以我们今天有一句话叫这个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那么所以呢，我们有了文本做好 token 化以后，就是要把图像跟视频变成 token 化。那么大家知道，在 token 的眼里，文本和图像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但是呢，你如果再往深里想，如果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一段光谱是胜过1000万张图片的。
所以如何把那些没有办法做 token 化的数据变成 token， 就变成了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像 AlphaFold 一样。所以呢，这就是这个我们国家其实在2个人工智能计划里边啊，都谈到了这件事情。这是当年做数据要素层的时候啊，你看这里面非常有意思啊，他讲到了科学数据和这个科技文献。所以大家一定知道，科技文献里边的数据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数据，它还是文本。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做这个非常重要的区分。所以前几天我碰到一个做大脑研究的，他就跟我讲，他怎么直接让脑电波可以来训练数据，这中间就有怎么把一个电信号如何做完 token 化来做到这个模型里边。我再说一下，是它来建模型，不是拿模型来处理那个数据。那么同样呢，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里面专门谈到了关于科学模型的这个建设。所以我想呢，科学研究呢是最会被这个东西改变的一个领域。那在浙江实验室呢，我们做了一个叫021科学基础模型啊。其实讲来讲去就是把不能够 token 化的数据、科学数据，能够找到更方法，让它变 token， 使得可以在今天的人工智能模型里边能够把它放进去。我再说一下，今天的模型呢，本质上就是一个语言模型，所以我经常讲呢，这是一个文科生的模型。其实到最后，这个世界呢是需要一个理科生的模型来做的。做021那个模型呢，就是一个理科生模型。当然呢，我们是从地球科学开始，这也是跟南京大学有了很多的合作。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看，地震波，从地震波到这个光谱，都可以变成这个模型的天生的一部分。那最后我想讲的就是为什么这次范式变革会那么的深刻啊？你就会意识到，因为人工智能的进步，人工智能变得跟数学一样那么基础了，而且呢，它需要成为一个像公共产品的一样。所以大概在去年的年初的时候，在 MIT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讨论，其实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呢，让我有一个思考，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过去从这个大学这个教育角度就讲到了关于 STEM， 对吧？就是关于科学、技术与工程的教育，把它后面跟那个东西叫 Math， 就是后面那个 M。那么其实我跟我的朋友讨论了很长时间啊，为什么把 Math 拉出来？它不是科学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跟我试图来说服我，数学不是科学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呢，它后面的逻辑就是数学呢是所有前面这3个的最基本的东西。那今天可能这个东西发生了变化，我把它叫做 Map， 那个 M 还是 Math，A 就是 AI。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它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公共产品来支撑这个东西。所以总书记在前几年专门讲了一句话，他讲的人工智能是最应该成为一个全球的科技公共产品。所以我想这个公共产品呢，真的也是我们要追求的。那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就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那么也是在这本书里啊，就是这个用了当年一个记者采访我的话，他就讲，就是说，当时我跟他讲，当一个东西来的时候，应运而上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你要坚持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你要把它自己完成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结果呢，有的人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自己提个想法，还是自己去完成的，就是作弊。”那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呢去做这么一次作弊。那么人工智能呢，可能就是这个时代给我们所有人的一个礼物。好，说的不对，请大家原谅，谢谢大家。好的，谢谢王坚博士的有关数据和 AI 的这个精彩报告。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天坛医院院长
王永军教授给我们做学术报告。王院士长期致力于脑血管病的临床和转化研究，首创了缺血性脑血管病联合抗血小板治疗的方案，推动了全球初中进入了双抗时代，引领着国际缺血性初中静脉溶栓的创新研究。多项研究成果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临床医学顶刊，多次改写脑血管病国际诊疗指南。接下来，我们有请王永军院士，掌声欢迎。谢谢曾金生教授介绍，也感谢海荣院士邀请，能让我看到一个这么热闹的一个会，因为这是我参加神经科学临床会里边规模最大、这个门口展位非常踊跃的一个会议。可以看到我们政府、产业、学界和医院对人工智能的热心。在这个热心下，人工智能这台车的加速越来越快，这个规模越来越大。所以最后给保证这个车不翻车的最后一道关口就是临床评价。所以临床评价呢是是脑域接口最后能应用人体的最后的刹车片、最后的冷却剂、最后的方向盘，希望不能出问题。因为就像我们开场市长讲的一样，从1924年第一次描拟脑电图，经过100年，我们可以把这个脑电技术能够解码，能够用到我们这个新的治疗、新的操纵机器方面，所以从100年，从一个科幻变成了今天的现实。那么在国际上，现在有4种方式可以把人和机器连在一起，从侵入式、半侵入式、血管内到完全的无创的方式。这4种方式呢，在不同的产业都在用不同的赛道在做相关的研发。因为作为一个创新技术，它的研发都是规律都是一样的，跟过去我们的医疗器械和其他的药物这个规律是一样，也就是从有概念提出到动物实验，到1期到最后的临床评价，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生命周期呢，大概每一个创新技术上市需要10到15年，成功率1/10，也就是90%，在过程中要被退出这个赛道。那么在这个所有的周期里边，大家看到时间最长的就是临床评价。其实，如果临床评价的时间不足够长、不够充分的话，它未来在上市之后一定会出问题。这个出问题的方式，在过去这100年以来有过惨痛的教训。所以临床评价呢，并不是，既然是刹车，它不是绊脚石。因为我们在跟公司在讨论方案的时候，公司总觉得临床大夫太麻烦了，用这么麻烦的临床评价，这个如果是你要是不麻烦的话，未来上市也会有问题。所以我在这给大家想说的是，临床评价不是绊脚石，而是护航员和核心引擎。在你研发之初，它是你研发方向的指南针；在开发过程中，它是你保证安全上市的安全带。那么，如果是你未来有没有用处，它是价值验证的试金石，它也是我们拿到 FDA 和 CFDA 认证的通行证，也是上市之后应用的这个导航仪。所以要用好这个临床评价。临床评价呢，也是保证临床就是最后的使用者，就是患者的最后的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火墙。也就是无论前面你的再好的概念、再好的技术，如果唯一能保证患者安全的，就是临床的验证，就是临床验证是不是科学。如果临床验证一旦失手，那些未经证实的高风险的产品一旦进入人体，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这就给大家讲临床评价的重要性。所以作为临床医生呢，守好最后一道防护墙，是保证这个新的产业能够健康发展的最大的一个这个保障，也是最大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面向患者是我们最后一个这样的一个关口。那么讲这个话呢，是因为历史上曾不正确的临床评价出现的历史的惨痛事件，给大家看几个事件。这个事件呢，跟我们侵入脑域接口技术有点类似，是在
1949年这项技术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你想这个技术的创新性，诺贝尔都给他奖项。这是在1930年耶鲁大学的一个老师在猩猩的实验中发现，切除额叶的白质可以使烦躁的猩猩安静下来。之后呢，一个聪明的神经外科大夫是葡萄牙医生莫尼斯，觉得这个技术可以用于精神分裂症，就开始发明了一系列切除额叶白质的这个手术器械。因为这个器械，他获得1949年诺贝尔医学奖。之后呢，美国医生在他进一步演化，觉得不用开颅，直接从眶部进入，直接把额叶就可以切掉。那这个切掉之后，全世界出现了4万多人，最后行为异常。这个行为人就是人格丧失。大家知道，额叶是人格的最主要的这个功能区，不可改变的人格改变，这个手术并发症的死亡率最高的时候到5%。所以1949年，尽管有诺贝尔医学奖，这个国际一直在呼吁是把这奖项给撤掉，因为这是一个不成功的，因为把它推向临床就是来自于一个概念，而没有严格的临床评价。药品的历史上也有惨痛的教训，大家知道，1957年有一个这个管孕妇不良反应的一个药叫沙利度胺，就是早孕反应，吃完之后可以不呕吐。这个药品呢本来是个镇静药，1957年一个德国的药厂把它变成了抗早孕反应的药。那么这个药物最终在全世界出现1万多个孩子生下来没有胳膊没有腿，就海豹婴儿。这个事件转折在1960年，来了一个负责任的药审官，这个药审官刚刚从芝加哥大学药学院调到 FDA。那么美国一个药厂向他申请的时候4次拒绝，药厂开始起诉 FDA， 说在美国的法规上不要求我有验证临床实验，为什么你要求我有临床实验？最后在1960年他最后批本的时候，1961年12000个不良实验被披露，这个所有的儿童没有出现在美国，都是在欧洲。所以因此他的这个坚持使得1962年他获得了美国总统肯尼迪总统颁发的杰出联邦公民服务奖，就是公务员奖。之后1962年的10月10号，美国通过了哈里斯药品修正案。从1962年之后，美国药监局要求所有的药品上市的时候必须有标准的3期临床，所以3期临床就确诊性临床实验。到今天，美国 FDA 批准的是双3期临床实验，就2个3期同时证实有效，这个药品才可以上市。跟植入式的医疗器械最近出现的官司一堆，仍然和这临床评价有关系。这是在目前官司没有完的。所以大家给我们侵入脑血管最近的就是美敦力公司的脊髓电刺激仪，今天全球的诉讼不断。这些出现的问题其实就是问题根源就是一个，就是临床评价不对。他们在临床评价采用了这种逃避快速的临床评价，在美国 FDA 叫510K， 就是不用正规临床实验，只是说我这个产品跟过去上市产品类似，这样走绿色通道，就是逃避正规的临床实验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周期很短，而且美敦力这个产品上市的时候，每更新1代的时候没有新临床实验。他说我就换了个电池，我就换了个电机，为什么让我重做临床实验？所以这样大家看到现在是安全性出现了很大问题。所以从这些教训里边呢，我想从脑机接口未来的思考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脑机接口的临床评价到底依据什么法规？第二个呢，全球的脑机接口的临床评价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它是不是到了临床可以广泛使用的阶段？第三个呢，未来临床评价的选择到底的路径是什么？第一个，大家介绍一下脑机接口现在全球评估的法规依据。法规依据呢，在脑机接口我们行业内普遍认为它的评价是5个部分，就是性能评价、安全性评价、有效性评价、用户体验评价和伦理评价。这5个方面都没有问题，这就说明脑机接口可以在人体上可以使用。我们国家依据的脑机接口呢，没有专门的法规，是依据的医疗器械监管条例，就是《监管条例》它有明确的医疗器械的这个分类。医疗器械在全球的分类是1、2A、2B、3植入式医疗器械。脑机接口可能非侵入式的属于前面2类或者是3类，如果是植入式的或者是半侵入式的，那肯定是叫 ARMMD， 就是侵入式的。因为它采用的临床评价的路径不一样，
从侵入时的临床评价要求是最严的，这是关于侵入时这个所有医疗器械的评估，它要求的样本量计算都是大样本，它的终点要求都是硬终点，这是从侵。如果是2类医疗器械，这个是没有这个强烈的要求。我们国家在卫生监管部门，这个不是药监部门，是卫生监管部门，有卫生技术准入的评价标准。这个评价标准是全球通用的，它要求在卫生技术准入在临床广泛使用的时候，必须有硬终点的强推荐，就是你推荐一个临床实验终点，不能用替代终点，也就不能说这个人用了一个很短期的一个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NIH 评分去让病人直接是用，这是不安全的。这是叫替代终点。那么要高度关注患者自我报告终点，就患者的感受也是一个非常要关注 PRO 终点。这是卫生技术评价的标准。美国 FDA 呢，它有脑溢接口评价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把临床实验分3期，一个是 EFS 就早期临床实验，就是第1次临床实验，相当于药品的1期或2A 期临床实验，之后呢进入 POC 实验，就是概念实验，就2期临床实验，之后呢要求有大于50例以上的3期临床实验，这个样本量没有上限的要求，是按照你的终点去重新计算样本量。FDA 在评价脑溢接口的时候，它有一个铁律，就是一定第一个是分阶段，第2个是安全优先，第3个终点指标是一定是临床导向，你不能用个终点指标，临床没有意义。就像美国刚刚发布的这些治疗老年痴呆的药品一样，用的评分 P 值有意义，差0.8几，临床大夫有感受的是2分以上才有感受，才会好转。也就是你别出来只有统计学意义，没有生物学意义，这种批准到最后也会违反它的基本的这个批准的方式。这是在中国、欧洲和美国那目前采用的脑溢接口评价的它的审评途径、加速途径，还有依据的文件、临床的要求和适用标准和网络安全。这是其实各个地方差不太多，各个地方呢可能中国呢可能目前在推动的速度是最快。这是给大家想介绍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脑溢接口上市的临床批准的法规。第2个就是想给大家回顾一下目前全球临床评价的现状，就是到底到了哪一步。那么临床评价发展快的就是从2014年、2024年开始，2024年之前都是这个2位数，到2024年第1次越过了3位数，变成100个。其实上100个国际注册实验在临床技术中是非常小的小众，它并不是大家想象的是全世界火热的不行。因为药品临床实验每年注册是几十万，这个是每年是100项，在这100项里边分布最多的是卒中，那么这个在之后呢，肌萎缩、色素硬化，还有癫痫相关的一些领域。那么临床实验走的最快的仍然是美国这个伊隆马斯克的 Neuralink 的这个大家对它非常熟悉，侵入式的，它用的 N1 植入体，用的手术机器人植入，它用的是柔性电极。它的临床实验现在目前已经注册的是4个临床实验，一个叫 PRE， 就是管运动的，就是能够用脑溢接口解决这种四肢瘫痪或闭锁综合征的运动问题。第2个 Voice 就是这种语言智能体，就是植入之后让病人能够说话。那么第3个呢，就 Convoy， 这个是用脑溢接口去指挥外设设备，去指挥机械臂这个外边的机器人。还有一个是视觉的，叫 Blind Side， 这是4个临床，我看4个临床实验的设计。那么第1个它的 PRIM 实验呢是个前瞻多中心，目前是单臂开放标签，实际上这是个1期和2期实验，这不是确定性实验，是极早的临床实验。它的终点实践目前采用的终点主要是安全性，所以是2A， 它不解决有效性。那么它到目前呢已经入了是20几例病人，今年目标呢是要到50例以上。那今年刚刚公布了，年底的时候做到1000例。第2个实验 Voice 实验呢是1年的言语，就是用1年来控制那些失语症病人的语言。这个也是个前瞻单臂开放标签，就是没有对照组，大家也知道叫非常早的临床实验，连对照组都没有。
那么临床的重点就是仍然是安全性为主要重点，不是有效性为主要重点。它的第3个实验是控制肌结病，这个临床实验是今年刚刚开始，现在入组病人前面都是一例一例有效的例数。第4个叫 blind sight， 就是让失明的病人重新能够看见，这个临床实验也是今年刚刚开始。它这4个实验从设计上可以看到4个基本原则。第一个是伦理优先，就不能违反伦理把一个植入体植入人体。第2个，它的随访周期最短24个月，最长3年，12个月到3年，就1年到3年时间。第3个 AI 闭环。第4个是全链条合规，这是它的4个基本原则。它今年的规划呢是规模扩张，它的主实验今年要做到1000例，就进入标准的3期临床。那么它的适应症要全覆盖，要进行技术迭代，再做商业化的前期准备，就跟保险公司、跟所有的这个医院来做。到目前在 Clinical Trial 网站，大家知道全球的标准实验都要在 Clinical Trial 去注册。现在注册的临床实验是2类，一类呢是植入式的，植入式的现在注册最多的是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那么所有的这些临床实验都是早期可行性，都没有3期临床试验，全球没有1家注册过3期。这是已经注册过的临床实验，所以早期临床实验呢不要求有对照组，只有除了我涂红的这一个，在德州奥斯汀大学做的这个有对照实验，其他全部是单臂实验。这个单臂实验直接推向临床是非常有风险的。那么第2个非侵入式的，现在主要是在美国、欧洲和中国。中国浙大住的比较多，主要用于神经康复，还有这个癫痫相关的一些治疗。这些临床实验到现在看起来也都是极早期的，到现在基本是开放标签，对采用的设计呢，要不是队列，要不是单臂，要不是平行组，这个所以都是早期2A 期临床实验，没有确诊的临床实验。发表文章最多的是在卒中之后上肢功能恢复，就是慢性神经功能恢复。现在发表了13项临床实验，按照 meta 分析呢做到这是它的 meta 分析，总体有效的趋势，但是从数据看，因为早期样本量都不大，所以效果不稳健，就是结果它不稳定。因为最终，如果我们从临床评价角度来讲，是不能推荐给临床的，推荐给临床需要稳健的临床数据。所以我想把临床实验目前这些情况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临床研发上市都是早期阶段，早期阶段采用单臂的比较多，那么以安全性为主，有效性的重点不多。它的核心问题都是目前都没有达到高级别的循证学证据，所以不能直接在临床上广泛的去推荐去使用。那么临床评价现在早期的临床现在全球主要是在中国、欧洲、美国、澳大利亚这4个地方在做，所以目前的非标准的3期，现在就是改变我们医学指南的时候还有漫长的距离，就是需要标准的3期临床实验去改变医学指南，这是下一个任务。这给大家想介绍的第2个，第3个就是未来的临床到底是怎么走，就是我们这么好的产品，这么热情的产业，这么热情的投资者。临床怎么保证产品能够走一个选择正确的临床评价，能够让临床能够安全，能够让患者获益，能够让这个产业稳步前进下去。所以大家一定要区分，现在从医疗器械上讲，它跟药品不一样，药品的临床实验基本都是上市之前就是确诊临床实验，而医疗器械在上市前注册实验基本没有确诊临床实验，因为所有的药监局，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不要求3期临床，它是用的一个回答的问题是不是病人是不是可能有效，它不回答未来对临床一定有用，这是药监部门。所以临床实验是注册临床实验和指南驱导临床实验是2类，这2个临床实验你不要混在一起，也就是不能用一个单臂的注册要求的临床实验去强行让临床使用，因为这个是两个门槛，这2个门槛一定要分别去迈。那我们常规的途径呢，这个创新技术出来之后，先要满足我们药监局，因为中国药监局说我让你做单臂就可以过，我让你做一个二期就可以过，那这样你可以先满足它。但是满足它之后，要进入临床常规使用，
应该中间还有一个确诊性临床实验，就是标准的3期临床实验。那目前呢，可能在产业界希望的是，有了注册就应该进医院，这个路是不对的。这个在北京开会，市领导老说，你看创新产品不进医院，就是医院最后公里没有打通。我每次说的话，我说医院不应该为创新买单，患者更不应该为创新买单，患者为效果买单，因为你没有效果的最后的实验。所以我们期待着未来的脑机接口的临床评价能跟药品现在的美国和中国和欧洲监管一样，能把这2类实验合为一体，就是上市前就有标准3期，之后上市之后直接进入指南，其实进入指南的之后呢，直接进入临床实验，这样对患者安全、对产业的推动会大。那这样呢，就不用我们产业界一个医院去拜佛去求他们进医院，因为指南里面都推荐你不让我进，你违反指南，违反国家规定，这样才能变成我们临床强行使用的这样一个标准。所以未来的临床实验的展望，就是按照现在的估计，真正出现标准的3期临床实验，国际的现在通用的，就是按照美国和欧洲现在市场估计5到10年的时间，会有脑机接口的标准3期临床实验会发表，会公布，这是他们的估计。中国我相信我们病人多，这个时间一定会提前，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脑机接口能有标准3期临床实验，能够改变医学的指南，而不要只出一个脑机接口专家共识，这个时候再给临床去推荐，因为那个专家共识临床是不会看，临床只看我们医学会或者是我们国家卫健委的指南，所以要进到指南里面，这是他的。所以也感谢这个海荣给我的机会，让我一个不做脑机接口研发的人，能够最后能在这表达一个临床医生的一个观点。所以高质量的临床评价是未来为脑接口的创新保驾护航，也为患者最后的安全保驾，也为未来的历史会担责任。这是冷静的标准的临床实验这个承担的责任。谢谢大家。好，特别感谢王永军院士能够站在一个临床医生的角度，再次强调了临床研究对脑机接口技术以及未来形成产品以及在临床上有效使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接下来呢，也非常荣幸的能够介绍下一位讲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来自于浙江大学2院的王建安老师。王院士呢，曾经先后担任过该医院的书记院长，多年以来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就是在心脏疾病，特别是心脏瓣膜以及心力衰竭等等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基础和高质量的临床研究，特别是近10年以来，一直在人工智能领域和心脏科学的结合方面，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我们欢迎王建安院士给大家做报告，谢谢。非常高兴啊，今天海荣院士给我这么一个向大家学习的机会，而且感到这个场面很大，也学到很多。我向大家汇报一下人工智能与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初步探索，也是医院里的一些工作。因为自己是院长嘛，就抓紧机会也把医院花1-2分钟时间介绍一下。1869啊，157年，今年浙江省的第一个医校、产校、药校、护校、医学会、红十字会，全部是我们建的。1989年，全国3甲医院评审试点，在浙江试点，我们有幸成为第1家医院，也是中国的西医发源地之一。工业国考连续7年了啊，都在第一方阵的前列。值得说的是，自然指数，我们全球5900家医疗机构啊，头部医疗机构5900家里排名第24位。在我们前面的是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在我们后面的是本泽伊泽瑞尔，就是那个哈佛的另外一家附属医院。当然，我们还向他们好好学习。国家自然基金连续5年，我们排列全国第2。从医院来讲，啊，那么医疗一些数据等等，还在国内名列前列的。但对科学研究来讲，我们觉得，对浙大2院来讲的神圣使命。
是如何去回答别人没有回答的问题，如果是解决别人没有解决的难题啊，这是我们的神圣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所以呢，看一下，我们如果拿论文来讲啊，虽然我们还要向很多医院学习，但这几年来我们在顶刊方面的贡献还是有。但我觉得发文章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它背后藏着一个一个改变我们临床实践的故事和未来可能改变我们临床实践的故事。就在去年，我们的员工，大家都看第一个、最后一个哈，这个都是我们院的员工的4大刊，在去年1年，从柳叶刀我自己的团队到新英格兰，到伽马到 BMJ，当然在2022年，我们团队也是改编了一些指南的一篇科学论文发表在新英格兰。但在基础研究方面，我们也有系列的贡献，特别在今年，就在今年2026年到现在5月份为止，3篇的主刊一篇是 Nature， 是我自己的新冠团队，我们同事做的，还有 Science， 还有 Cell 的贡献。当然这些背后都是一个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故事。当然我们一直在想，我需要世界，怎么让世界需要我？我想今天脑机接口，我们也同样需要世界，世界也同样需要中国。所以我想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培养国外的医生，我们一直想如何在真正培养在全球承担我们浙大医院的神圣使命。所以就在应该来讲，在这个10几年当中，我们培养了70位的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专科医生。当然向全世界开放，包括一带一路，我们培养了更多的医生。当然我们是得到一些国际的专业教育机构认可，所以呢，它不必重复在那里重复。比如说到我们这3个月，没有必要再重复去到美国再去3个月，这个3个月就抵消掉了啊。当然，我们还做更多的国际合作伙伴。当然，我现在切入正题，就人工智能与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诊疗。那我们说今天呢，主要是3个维度的突破，一个就是时效，人工智能一定要帮助我们突破时效的概念，就原来做不到的，现在能够很快的时间内做到，或者另外一个就是精准，原来做不到这么精准，能够更精准。还有一个就是资源放大，现在智能体很多，医生复制好几个，我们要求我自己跟医院讲，能把500个专家全部复制成500个智能体，但这个智能体有多少 closely 多少有接近这个专家本身的这种智慧，但无论如何总是有个开始总是有开始。一个专家挂号很不容易如果能够用智能体替代一部分功能，哪怕替代水管功能，我觉得也是人类利用 AI 的进步的表现。所以我们看看今天从这张图也是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从横坐标来看就是技术成熟度，从纵坐标来看可能市场潜力。我看今天有很多的市场的在，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很多需要不断去探索的医学影像，无论是市场潜力也好，从目前的成熟度来都走得最好。当然药物研发等等，包括健康管理，健康管理我们都呼之欲出，但健康管理的可穿戴等等还有个探索的过程，所以技术成熟度还不够，但市场潜力是很大的。所以这些是我们今后要看重的。对医院来讲怎么办？这是我们始终在思考的问题。最下面的我们有这些我们固有的存在的一些数据关系，当然我们现在也领了上百张这个数据证，但这些比较规范的标准的数据能不能真正产生人工智能的东西，还有利用开源的数据我们怎么弄？所以要具有一定的算力平台。然后呢，我们和浙江大学的启真学大模型也是我们院的人工智能部主任他为主在那里推动的，就是模型层，再到工具链，再到面向科学研究，面向病人服务，面向医院管理，面向科学研究面向这个教学等等。其实从医院的这个数字化的过程，也是人工智能的骤行慢慢推过来的。实际上绝对的人工智能，我想是一个链接的过程，绝对分段的是不太分得出来的。所以2016年我们开展了全国首例数字化远程病理，跟全世界最好的医院进行头部的对接，利用数字病理，也就是扫描过去的这个病理。2012年全国首例的植入式脑机接口，19年首个5G 远程，21年无人机第一条无人机送血送药，到21年的5G 数字空中手术室，到24年我们率先成立了人工智能与信息化部。当然回过头来2013年我们跟浙江大学的医工，没有浙江大学的工科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了的脑机接口，所以我们的神经专业的这个医生们，他们浙江大学的医工是副委推动我们是临床端，他们前面的是研发端和设计端，但临床端也反复于研究，也有自己的临床研究的这个科学贡献。所以2013年这个脑控大鼠走迷宫这开始第一个骤行，从动物看。2014年这个癫痫的病人植入了这个脑机接口以后，可以和机器手猜拳，他们告诉我是2D 动作。2019年脑控进水进食，就是那个78岁的高位截瘫的老人从来没有动不了四肢，只有头可以轻轻转一下，他可以
指挥机器手啊，这样的动作现在越来越普及了。但回过头来，在2019年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还没看到，在中国是3D 的运动。2024年，同样这位老人85岁的时候，用他脑电的信号写了4个字：浙江大学脑机接口。所以我们一直这是技术端的问题，我回答不是很清楚。但无论如何，只有技术上的不断突破，我们才可能有临床端的突破。但临床端又反馈回馈技术端的突破，这才是我们要走的一条正确的路。所以就在去年，也是中国第一例的2025就截瘫的患者走路，这也是我们浙江大学医工交叉的成果。那么现在慕名而来的病人很多，以为截瘫都能治，但我相信今天远远没有到那个程度。但3000名的报名，包括欧美、法国、俄罗斯的很多病人都过来。但目前呢，他们建一个12个病例的前瞻性单臂临床试验，准备观察1年的结果，利用一些最科学的评审标准。但目前入组了8例，是完全符合要求的。但跟洛桑理工学院是国内最大的数字9例，基本上是接近的。其中3例患者可以自主行走，3例患者可自主站立，都高度的筛选病人，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我们回过头去，这是在14年以前的照片。当时我也做院长，在14年前，当时我们吴朝辉校长他的科研团队，这是一个我自己不搞脑机，但是我作为医院的坚定支持，所以我们在十几年以前就搞了2层的脑机接口病房，包括脑电病房。所以这是当时一个团队，我们当时看上去很多很年轻，今天都已经不年轻了，这是14年以前的工作。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人工智能在医院的当中很多的场景可以，当然慢慢一个场景的应用要变成科学，最后变成市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说那么一蹴而就的。就拿这个病人来讲，这是我们医院自己搞的一个叫做 APTS 系统，就疑难患者警示追踪系统。这个系统的概念是什么？今天我们看病的时候，医生再怎么有时间，在门诊看一个病人，花很长的时间是 impossible 的。今天这个我们所以要扶持智能体，我们说一个医生最好他能几个同时在看。当然，这个这么短的想要把一个病人的从头到尾的在医院里的所有检查都能够强细细去比较，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时候就发挥人工智能的作用，他们自动的在找这些。所以我们说这么一个病人是一个乙肝的患者等等，他呢好像一直怀疑他肝癌，但又觉得不像，肝脏里的结节呢是硬化，肝硬化的关系。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有化验单出来，从一个片段的时间看，认为可能不是肝癌。但是人工智能一分析，把前段历史看，就发到了我们医生的手机端，告诉他这个病人肝癌的可能性已经很大了，所以马上再去最后做穿刺诊断，诊断是肝癌，及时的进行了手术。所以这种场景，在医院里的人工智能就显得特别的有用。所以我们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就要做科学研究。我们这个心内科一个同事，他说要做淀粉样变性，淀粉样变性是几十年的病例，怎么去招数高度可能心肌淀粉样变性的病人？所以呢，用人工智能，30万名患者就把900多个病人甄别出来，这900个病人 highly potential 是具有这个 amyloidosis 淀粉样变性，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做 PET CT 做心肌活检，基本上还是能够证实。但今天我们做人工智能，因为我自己搞血管，所以我一直在想能不能把血管整个串起来，用人工智能不断的深入的探讨。所以从把代谢进去，因为没有代谢疾病就不可能有血管疾病，基本上可以这样说，90%几都代谢引起。所以因为代谢的疾病进去。所以我在想，我们就在4年以前，我说我们干脆从物理地点到空间，从物理设想到管理设想到整个流程科学研究的设想，把它打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租了一个地方，就租了一个本来要作为社区医院的，他还没造好，我们就干脆装修就交给我们了。我们重新打造成一个叫做这个泛血管与代谢中心。就在这个中心里面，当然管理是最主要的，只有管理的突破，才会有产学研一的突破。没有管理的理念是不会有其他结果的。所以我相信管理是领先的，一定是管理是在前面的，然后我们再与产学研一结合。所以在这个病区里，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指导我们的工作。这个500张床，但是这500张完全围绕代谢与血管，所以我们建立了泛血管代谢病院区，大家从脑子的血管一直到脚上，从心脏全部是可以共享病区。当然我们一站式门诊，包括人工智能和数字诊疗，包括数字康复，包括泛血管影像，包括经血管植入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包括还有一个国家发改委给我们的平台经血管植入器械产教融合创新平台，这个也是985学校里头一个学校才有一个。我们把这些高度整合在一起，但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希望建设一个高度的天然的队列，这个队列里头是以血管为龙头的队列，以代谢疾病为龙头的队列。在这里头，只有把人工智能充分的发挥好，也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天然的围绕着血管的试验场地。在这里我就关键我们怎么去赋能，我们怎么去思考，我们怎么跟人工智能的专家充分去整合。
但是我们只能一步步来，所以我们先基于危险因素的泛血管大数据平台先把它造好，然后尽量用人工智能赋能去帮我们自动筛别。比如像这个病人来了，他胸痛3小时，代谢指数很高，以外得糖尿病，低密度又很高，所以10年心血管风险、再次心梗和中风的风险超过1半，所以极高危，推送到医生的手机端，告诉这个病人很高危了。这就是我们天天看这么多的门诊，就帮我们甄别出来。然后呢，随访的出院随访的时候，能够跟随访圈里面再建设一个固有的联系，然后用人工智能不断的去筛别它有没有达标，它的远期结果怎么样，再反馈给我们医生。这个呢就可能有用，但是还在一步步的走下去。所以这个我们都是期待的。今天我们做卒中，我们都是要打药水，然后呢再做 CT 就要打一个叫 CTA 脑子的 CTA， 不是心脏的，心脏的 CTA 跟脑子的 CTA。但是在 CTA 的多模态的情况下，打造影剂需要半夜里，万一半夜里来中风，还半夜里人爬起来，还要打药水，然后分析就比较难。在现在社区很多都有普通 CT， 但是做不了成像的专家没有。如果我们用普通 CT 装一个人工智能，能把它甄别出来，你这个卒中该不该溶栓，该不该打溶栓药，那这就对人类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卒中团队一直在不断的努力，已经慢慢的在解决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们充分利用了浙江省卒中的30万的病例数据库，在这个基础上，其实跟人工智能的专家的最好合作是拿出非常高质量的队列，而这个队列的随访很清晰，诊断标准很清楚，治疗过程很清晰，把这些赋予人工智能，就能把很复杂的问题用很简单的检查去回答出来。所以呢，当然我们的邮传团队也很不错啊，他们跟像优军团队做了非常好，他们也在今年。就去年嘛，2025年一片新格莱一片甲马，也就是对溶栓扩大溶栓时间窗本来4.5小时，后循环的卒中能扩大到了24小时，而且相对减少了50%的病人不至于瘫痪这样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对心血管来讲，我们更多用很简单的方法，我们用一张普通心电图，县医院都可以，区医院都可以做的，甚至诊所里都可以做的，来预测它有什么严重的心脏病，用一张普通的 X 光平片，用一个普通的 CT 片子。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健康很关注，特别是胸片做的CT 做的很多，大家都怕一个肺结节，每年都在扫这个 CT， 甚至几个月做一次。这个 CT 的信号，它从脖子一般扫到这个下腹部，其实这里头的存在着无限的信号给我们。如果赋予人工智能，可能一张普通的 CT， 你发现你很多很复杂的疾病，可能早期就能够发现。所以现在大家知道，最近有几篇大的文章出来，用普通 CT 诊断胰腺癌，用普通 CT 诊断这个动脉夹层，用普通 CT 诊断胃癌，还有不断的用普通 CT 可以诊断预测很多的疾病。当然它的预测不是100%，但是从一个浩瀚的人群当中，能够把它缩小到很小的一个范围，这就是人工智能的贡献。今天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就是用人工智能模拟做心脏介入。所以我自己的瓣膜手术，这是我在大概是刚刚开始就不开刀的方法，从大腿里进去。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跟人工智能团队合作，怎么能在电脑上先做？这个做呢，就告诉我们应该是怎么样能够做的更，在电脑上先做一遍，多大的哪种瓣膜更合适，怎么样的设放策略，会产生什么样的并发症。所以今天我们这3类证已经几乎是拿到了3类证，我觉得这也是对很多情况下在电脑上现在叫 simulation， 不是 simulation 就是在电脑上做。当然今天我们的瓣膜介入手术大部分65%换瓣，第2天可以出院。很多我们借助了这个穿戴的人工智能，就穿戴的监控，再通过人工智能，它先会出院以后，危险信号及时提醒我们，然后我们这一端再产生反应，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多病人可以提早出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但今天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医生，包括我自己的团队，也有一个杰克爱心智能体，我们跟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合作，给我们团队做了个智能体，这个是在现场，也可以大家可以去感觉一下这个智能体。跟我们真正看病是不是很接近？当然肯定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它对随访、对一些指导，它迈出了非常坚定的一步。当然，我们在全国重点实验室、精血管周期全国重点实验室，我们有各路人才包括有搞材料的，有搞机械的，有搞产业端的，有搞医学的。但是这是我们的搞材料的专家们，他们也利用人工智能的方法筛选这个可以耐受心脏疾病的这个可以延长寿命的材料跟组合。当然包括把人的数据进去把人的这个我们几十年做的瓣膜或者冠脉介入的数据输进去，然后呢，很快的甄别出几十种比较可能会有长寿命的器械。那这样呢，对他们的研究还是很有帮助。当然，我们拿了这种器械，出了器械以后，我自己也带着团队，
在这个全球开展临床试验。当然这走遍了，就在这3年当中走遍了这个，特别是欧盟的国家，我们也把自己的器械拿到这个进了欧盟的这个 CE Mark 的认证，然后在欧洲开始销售等等。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冠脉造影，大家都知道冠状动脉支架不要乱放，大家都怕放支架，但实际上支架的医生都是非常负责任的，他们都想为病人好，但关键就是我们的精准判别，科学研究有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今天我们在利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我们测一个流量，也就是什么呢？像大家看到，像这个病变80%的狭窄，很多人都因为要做支架，这是以前的认知，科学研究就在那个程度。今天我们来认知的时候是看它的流量够不够。以前测流量很复杂，要放一根导丝镜，像头发丝一样粗的东西，成本高还不说，还有测量的过程很麻烦。但今天我们不用了，我们就根据这个影子就能算出来，就它的流量到底够不够，然后再来知道我们该不该做支架。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它可以在电脑上虚拟做支架，也就是在 simulation 上，我可以先放一个长的，放一个短的，我可以放个粗的，放个小一点的，然后我找到一个最精准的，然后再指导我们的临床实践。所以今天的人工智能就在赋能我们。所以就在去年我们在全美心脏大会，大概将近1万人的会场里，公布了我们的最新临床试验，然后同步被柳一道发表。当然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觉得包括在磁共振方面，在心血管领域，磁共振大家知道，今天我们在追求的，以前磁共振做心脏都要打那个药水，打那个增强剂，但这个跟 CT 的增强剂不一样，到嘎的增强剂。但今天我们在克服能不能很多病人不需要打，我们就做个普通磁共振就能回答心脏的信号。这些呢我们都要靠这个。当然今天我们的血管外科、周围血管外科的医生，他们在预警腹主动脉破裂，大家知道腹主动脉瘤，大家很多人有，但是也不用，但也不见得要提早做介入或者提早开刀，可以预警利用人工智能方法预警到一定程度，然后我们再去做。当然我自己最想做的，我就觉得应该血管是一个全景血管，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从模拟手术到器械设计等等，这还是宏观层面的。所以我们期待能到微观层面，从主学，从代谢主学、基因主学、蛋白主学，从微生物、肠道的主学，对血管的整个信息都能用数字语言表达，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能研究药物、研究等等，做一系列的事情所以当然我想心脑血管它是一个联合，特别是跟代谢这是我们在以后这是我的一些远期的设想再次感谢大家给我学习机会，谢谢大家。特别感谢建安院士的非常精彩的报告。我们说这几年呢，浙江2院在建安院士的带领下，从有创脑机接口到智能医学，做了无数个的首创、首台套、首例，真正的践行了我们说的医学牵引、工程支撑。转化创新、临床示范的一个活生生的案例精彩的案例。那么下面呢，我为大家介绍我们的下一位演讲嘉宾何西玉锦博士，强脑科技合伙人，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纽约州职业律师，曾任百人会幕僚长，先后入选福布斯中国海归精英100人、财富中国最具影响力商界女性未来榜单。获评浙江省经国建工标兵。那么下面呢，我们有请何西玉锦博士带来脑机接口人类的下一个100年工程的报告，有请。哇，这可能是我最近参加演讲的最大的一个场子。首先，特别感谢郑院士和主办方邀请我们参加这样的一个脑机接口的盛事。然后我们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深耕了10年，然后到今天看到脑机接口真正走到大众的视野，让人们都开始对这个技术有所期待，我们也是非常的鼓舞和振奋。那么今天呢，因为在座的都是专家和学者，我们就分享一下我们在过去10年做的一些小小的探索，也是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然后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
在这边呢也是非常惶恐，在这么多专家面前班门弄斧，所以有讲的不好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多多指教。我们觉得这10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呢，也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也是因为有专家学者们在过去10年各个领域的一些开拓和拓展，我们才能在这基础之上发挥我们的一点点作用。那我们团队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是2015年成立于哈佛，我们也是哈佛创新实验室历史上第一个孵化出的华人的团队。那韩博士当时是在哈佛读脑科学博士的时候成立了这样的一家企业，但是他为了全职做这家公司，放弃了他的博士学位，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技术带回了国内。那我们在杭州有一天加班到半夜，出来以后发现我们门前的那条路叫钱学森路，看到以后非常振奋，因为钱老一直也是我们的心中的榜样，高山仰止，所以我们第2天就特别开心去楼下拍了这张照片，这也是我们核心的创始团队成员。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像钱老一样，把我们的技术真正的带回国，能惠及咱们国家的老百姓们。这个是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最开始创业，在哈佛的地下室里，当时就非常粗糙的用脑控这样一个手搓的机器人，在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象脑机接口将来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突破人体躯壳，借助外部机器帮我们完成很多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大家看那时候还有很多延迟。那我们过去的8年呢，第一款推出的产品就是一个智能仿生手。然后很多人也在问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手，当然前些年做了很多技术平台的积累和搭建。那脑机接口我们一直相信它是一个平台型技术，可以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所有跟人大脑相关的，跟这个世界的相互连通都可以用脑机接口来做。那为什么要做这只手呢？缘起于我们当时的一个同学，他也是在我们团队实习 MIT 的一个学生，他之前在做实验的时候炸伤了自己的一只手，那他一直带的呢就是一个简单的钩子，因为他跟我们说，过去100年假肢都像一个夹子一样，像一个最厉害的也就是一个夹子，它靠曲腕来控制，只能做简单的开和张。那问我们说，脑机接口技术这么先进，有没有可能帮我做一只可以灵活操控的手？有没有可能不需要开颅的方式就能让我们残疾人能用上这样最先进的技术？于是我们帮他完成了这个梦想。但这个事情非常的难，有多难呢？马斯克之前也有聊到过。Let's say somebody has lost their arms or legs. Well, we could actually attach an Optimus arm or Optimus legs and do a Neuralink implant so that the motor commands from your brain that would go to your biological arms now go to your robot arms or robot legs. And again, you'd have basically cybernetic superpower. 所以马斯克的方式也是要通过开颅的方式，才能让残疾人带上他的那个擎天柱，就是人形机器人的手和脚，才能灵活的控制。但是我们真的希望能够用一种更简便的方式，让残疾人朋友不需要很高的造价也能用上这只手。于是我们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造出了这一只可以用神经直觉控制动每根手指的假肢。它呢是全世界到目前为止都是唯一的一个不开颅就能用意识控制、独立控制每根手指的假肢。包括刚开始咱们看到开头弹琴的小伙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其实是一位右手缺失的残疾人朋友，他能用意识控制每根手指，并且做到弹琴这样的动作。像我们最开始的用户弹的还是非常的缓慢的，要一个指头一个指头的弹。但是今天早上大家看到周健他弹的方式已经非常的流畅自然，他其实现在还在我们的场外，所以等一下大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去跟他握一握手，感受一下他这个手的力度。那么上2代呢只是让他可以控制，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做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简直不可思议！这是一个可以彻底脱离身体的仿生手，就算把手掌放在桌上，依然能让它灵活爬行。这是强脑科技最新推出的仿生手技术。这家公司专注于脑机接口技术，而这款神经控制仿生手的握力超过50牛顿，能完成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任务，重量却只有383克，差不多6个鸡蛋那么轻。使用者只需想一想要做什么，仿生手就能完成各种精细动作，几乎零延迟响应指令，用意念实现对手掌的完全掌控。不仅能轻松应对日常生活需求，还能做到这种超越常人的酷炫操作。未来真的不只是存在于科幻片中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可以意识控制一只远程遥控一只手，将来我们还有可能用意识远程遥控一个机器人。这个是脑机接口和具身智能将来会有一个非常天然的结合。就像马斯克想象的，有可能我人在家中做，我的机器人分身就在火星上为我干活了。这个也是我们期待将来能够看到的一种结果。那么我们第4代的手，今年刚刚做的就是帮他做一个仿生皮肤，就是让这个手戴上以后真的像他自己的手一样，外人根本都看不出来它是一个假的。所以下次在展示的时候，可能像我这样的人站在面前跟大家聊天，然后聊了一半就可以把手摘下来，告诉大家说这是一个假肢。那我们希望可以用这个技术，让所有的残疾人能无缝地切入到我们这个社会当中，让他们不再觉得自己是特别的。那么去年呢也非常巧，我们呢也重新布局了具身智能这个领域，因为有很多机器人公司来找我们说，哎，你这个假肢做得非常好，给残疾人用的特别棒，能不能给我们的机器人也做一下呢？于是我们就跟现在非常多头部的机器人的公司都产生了合作，帮他们的机器人装上一双可以灵巧操作的手，包括像乐聚、语数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然后这只手呢还有触觉，它可以帮机器人完成非常多拟人的一些动作，做一些非常精细的动作，像抓取一些很轻的东西，非常细微的动作，像豆腐、像薯片、鸡蛋壳这些东西，它都能轻松的抓取。那么我们下一代呢，也会把这种触觉技术放在我们的残疾人身上，让他们不仅可以控制外部的机器，灵活地控制自己的手指，并且可以用自己的这双仿生手来感知世界。那么下次我们再跟残疾人握手的时候，他不仅能给你力度，而且还能感受到我们掌心传给他的温度和力量。那么同时我们也推出了这个高自由度的灵巧手，目前也是全世界第一款21自由度兼并全掌触觉的这样的一个灵巧手。所以将来有可能这些假肢不仅能让残疾人朋友恢复到正常人、健全人的状态，有可能让他超越健全人，变得比我们更强大。那么刚才说到的，其实下一步呢，脑控机器人也是一个我们发展的方向。现在我们已经做了这个 demo 在实验室里。机器人却在不断运动，这是因为大脑在活动，系统正在读取这些信号，同时脑电帽在实时采集脑电信号，进行实时神经解码，脑信号被转化为控制指令，驱动机器人执行动作。所以马斯克说，将来可能会有200亿个机器人，每人家里都有3个。所以以后有可能我躺在家里，我想一下，一个机器人就去给我做饭了，另一个去给我打扫房间了，这个都是很有可能要实现的。那么除了手以外呢，我们还帮没有下肢的残疾人朋友研发了这一款智能仿生腿，让他们可以恢复行走、跑步，甚至能做到像攀岩这样复杂困难的动作。那么下肢的用户其实是比上肢更刚需，人口也更大，没有一只腿，他们就只能待在家里，没有办法出门。这个也是全世界唯一一款融合了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假肢。那残障人士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我们国家有8500万残疾人，其中肢体残疾有2500万，这些截肢的能够适用这种智能假肢的都有500万人这么多，但绝大多数残疾人现在都还是在自己的家里没有办法出门的。那我们呢，通过安装这个假肢，发现很多用户其实戴上假肢以后，马上就有一个新的精神面貌，他们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他们愿意走出自己的小圈子，他们可以重新融入社会，很多都已经重新找到了工作，这也是让我们特别激动的一点。虽然我们把这个假肢的价格降到了海外那种高端假肢1/5，甚至1/10的价格，但是咱们国家很多的残疾人朋友，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假肢。于是呢，我们通过基金会和爱心企业和地方残联的方式，帮助他们能免费甚至非常低价的拿到这个假肢。比如说去年我们在浙江省政府、发改、残联、民政等各个部门的集合之下，包括浙江的爱心企业，我们帮浙江2046个残疾人都免费安装了这个假肢，他们终于可以重新站起来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人叫阿全，可能很多人在网上看到过他的视频。我有什么梦想？我想去哈佛做一个演讲。我叫阿全，一个残疾人休学家。6岁那年，车轮碾过我的双腿，我成了一个残疾人。年幼的我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也为他装上了一双腿，让他在哈佛校友会的演讲台上第一次时隔30几年重新站了起来。刚才视频有说到，阿全6岁失去双腿的时候，他问他的妈妈：“我的腿去哪儿了？”他的妈妈说：“你的腿出去玩了，他以后会回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善意的谎言，也是一个安慰。时隔30年，当他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他在现场跟大家说了一句：“他说我想跟我妈妈说，我的腿真的回来了。”那一刻，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感动。像阿全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这个也是支撑我们一直走下去的动力。那强脑科技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率先实现规模化量产和商业化落地的这样一家企业。我们是除了马斯克的 Neuralink 以外，融资额和研发投入全球最大的一家脑机接口企业。但这些只是一个笼统的数字，真正让我们关心的是每一个产品背后的那些家人，那些社会上我们平时可能没有关注到的人群。像我们脑机调控产品，有帮助自闭症儿童可以恢复社交能力的产品，帮多动症儿童提升他们的专注力的产品，帮一些压力焦虑的成年人能够快速进入睡眠的这样一个产品。我们的每一个产品都是针对一个真实的用户，这个也是我们的初心，希望可以把这个技术从实验室带出来，能到真实的世界里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那在过程当中，当然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前辈们为我们做的这些基础，正是因为在基础科学、在临床研究这些进展，才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在这个行业走得更远。那么在将来，我们也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把这个100年工程做得更好，让更多的人都能参与到脑机接口这个领域发展，来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始终相信脑机接口是一个平台性的技术，可以赋能千行百业。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平台性的开放尝试和数据共享，希望跟更多的行业里的小伙伴一起发展这个行业。那么我们在资本市场呢也是非常幸运的，有很多关注，一直有非常多的投资人会跑来问我们，哎，这个公司怎么样，那个公司怎么样？我们每次都会说这些都非常好，每一个都有每一个的好，因为我们深知这个行业有多么的困难，这个领域有多么的艰难。因为我们对大脑的理解其实目前还是非常浅显的，所以所有的脑机接口技术都是在一个黑暗中往前探索。但是胡适说过，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那这一寸呢，不仅是我们自己的进步，行业里每一个同仁的进步，我们都会为之振奋，为之鼓舞。所以我们也期待在接下来跟我们的高校、跟我们的医院、跟我们的科研院所和同仁们一起展开合作，共同把这个事业发展光大，共同用脑机科技开启生命更多可能性。谢谢大家。谢谢，感谢何总的演讲，谢谢各位来宾。今天上午的议程到此告一段落。下午1点30分，我们将继续聚焦产业落地与生态协同，展开更深入的探讨。请各位准时1点30分返回现场。下午大会还有4场不同主题的分会场，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会。